哇哇哇，真是不得了啊！全台湾最热闹、最时空的 ATV 伺服器上线啦！我骑3个月多，很没有错，就连这3个月的新手也被赛事辣手摧花，直到说不出话，硬是掀起了台湾 ATV 史上最大规模的公愤事件。如此完全没在怜香惜玉的年度 ATV 大乱斗，对付一群冲浪者的手段更是加倍残酷，折磨程度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上限。Anyway， 这一次集了几乎全台湾的 ATV 冒险以及重度越野玩家参战，由下班露营区所主办，为期2天的台湾 ATV Trophy 50大会，绝对是玩家们期待许久的终极大乱斗。等一下，我晕了！来，你刚好撞到那个石头，这样。大家好，我是克里斯，今天又来看人骑车啦，没有错，叫人呢在5届来一个观赛的身份，来看看这个2025年度台湾 ATV 最大的盛事哈。总之呢，今天就是好好的深入浅出，大家来好好的体验，来感受一下这个台湾 ATV 界有史以来最疯狂的大乱斗。Let's go！这是一些重点。我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让大家安全，所以关卡设定完以后，我确定，这个蛮安全的，对，但是有挑战性，那我们就 OK 了。那在赛前那个就是主办单位那个陈定康先生，讲他稍微大家不认识，陈定康先生，他说他想要把那个德国那时候他在那个总决赛的那一套搬来台湾，是有一部分，那但是我觉得它有一部分呢有加强一点，加强一点哦，这个是我们要的。这一次我觉得应该会蛮精彩的，蛮精彩的，是指大家会打得很精彩，关卡精彩，然后呢骑的也会精彩，然后呢你也会累得很精彩。是我们不同的地方是因为我们关卡会在不同的地方，不是都在同一个区域，所以我们会有分几个区域，然后里面都有设定关卡，所以你们必须可能就是要自己到不同的关卡，对。中间当然也可能会有一些 off-road 的路段呢，跟绝速比很像对。然后在过程中不会让你无聊，因为既往的关卡我们都是会等待有点时间。这一次呢，我们因为在5届这么漂亮的地方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多看看这里的风景。对然后呢在等待的当中呢，你也可以自己骑车，然后呢多拍拍照，这样子非常好。这也算是另类行销台湾嘛？对，没错，因为南投就是台湾最美的地方之一啦，非常漂亮。对啊，然后也非常谢谢5届这边的居民们，就是让大家来这边游玩，他们呢也很欢迎大家。那再来提倡一点，就是来的时候呢，这边的人都很热情，所以呢欢迎大家多多来这边振兴这边的这个观光，在地消费，在地支持，这很重要。听说这会比那个GSOV 在德国选拔还要再难呢，有部分加强。对，它让我们体验更丰富的比赛。对，可能不单是我们影片上看到的国外的那些比赛等级。哇哦！吃鸡也是看你表演的，看会加多少菜了。这是那个越野吗？可以，我有跑过了。可是今天没有下河床这个前段可以吗？可以，它的空滤在这里。前段会不会被靠到啊？没关系，会靠到的地方补个油估过去就好了。有道理。关难过。这个你了，我上一年的颜面。上一年的颜面，这样我压力很大呢。很可惜，因为今天是关卡赛如果是那种0到那种 off 赛，我觉得比较有机会3年都是。对，关键我们不是水平最优，但我们那个就低转没办法上岗那么稳定。没有那么稳定。对，这个是很大一个伤。310在一些低速关卡也会有容易熄火的问题。没错，那一场真的很尴尬。很尴尬。所以如果是0道赛的话，会比较有希望。没错，你们灌下去，哇，水里争锋，舒服。哇，不得了啊！据说今天将近80台的 ATV 参与这场赛事啊，真的是在我踏入这个 ATV 有史以来最多的台车的一次。小迪克也是在 ATV 这圈子混迹将近5年，此刻的心情真的非常开心，因为在这一次活动中，我几乎把这些年来一起在林道羁绊、一起搞浪漫的车友，全部重新遇见了一遍。就连日本 ATV 界殿堂级人物山田教官也远道前来观摩。OK， 在赛事的选手们进行抽签分组前呢，我先带大家认识一下这次活动的特别来宾，也是深耕台湾 ATV 多年的重要团体，一起听他们简短重要的分享，技术交流，一起把台湾的 ATV 推向更高一层楼。今天我们不是对手，我们是一起把 ATV 玩到最极限的伙伴。最后，小庄代表塔科在这里祝大家安全第一，速度第二，但是热情一定要开到最大最满。我们希望可以
多点把德国的跟西方的一些 ADV 文化可以带过来跟大家分享，因为跟台湾有点不一样，对啊，所以呢，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更成熟一点的一些比较少受伤的，因为在台湾很多人会说不要受伤呢，可是很多人也说还没摔一次不能回家，我们就还没摔一次赶快回家这样子，所以呢就希望大家可以今天玩得很开心，可以好好享受这个准备的菜，可以好，希望可以吃得很饱。感谢庄哥以及华德的诚心分享，现在终于可以进入正式啦。首先要从几十位工程级 ADV 选手里抽出7位作为各队的队长，接着再进行第2轮抽签，随机把不同竞争风格、不同越野经验的车友组合成今天的各支队伍。至于我们的向上教主阿志，竟然直接进入了天之1号组，有在 ADV 越野界走跳的车友，相信看到这些面孔都会忍不住倒抽一口气，背脊发凉。这梦幻 Team 可以说是最有话题性的队伍之一，而且第一队的队长还是曾经和阿志有过小小插曲的小 V。2年的台东会师的时候，我就做一个窟窿，就是你。缘分就是这么微妙啊！那时候举手之劳做环保，不对，没有，想不到，没有讲，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哇，还是湿了嘞，看起来都湿了。哎！你不要加菜！还好你有救回来。对啊，看你很屌哦。我往前推，你慢慢来。人下来，我们用牵的。大家再过一次，大家刚没过好，直接冲上来。开始 ，OK， 哦呼，哇，哟 ，nice， 哇哦！不好意思，有点玩过头了。差点忘了，我今天是来观摩纪录的。但话说回来，也是情有可原，因为在日本，要在如此壮丽的河床上 offroad 几乎不可能。不只是稀有，法规还有所限制。也正因如此，山田先生此时此刻才会展现出难以压抑的兴奋，连我都被他的热情感染，乐不思蜀。关于这一段台日越野文化，之后有机会再给大家细说。行吧，就我们把镜头拉回 Day One 的赛事现场先。顺带一提，也特别感谢赛会工作人员小鹏提供车辆让我随性移动，感恩感恩。首先，因为这次赛事办在5届，所以几乎所有的关卡都直接采用河床地形的实战风格，再加上主办单位的一些心机点缀，实在是非常的刺激。Day One 共设置5个关卡，7支队伍采用滚动式调整挑战顺序，以加快整体的比赛流程。那我也随缘照着我的节奏顺序，带大家逐一走过这些关卡。OK， 关卡1是双流瀑布 Checkpoint 打卡。队长拿到坐标后，团队便可按照自己的节奏开始合作攻克这段荡气回肠的冒险路线。除了有超过20处深浅长度变幻莫测的撩 K， 还有不少对 ADV 非常不友善的石头阵。反正呢，只要抵达双流瀑布打卡合照，就算通关。这一关虽然不现实，但依旧紧绷，因为这一关高强度考验着团队的判断、协作、保持冷静前进的能力。现在就请白白为大家稍微还原一下这关卡的浪漫时刻。乱石阵，往那边，别那边，不要来这，那边，不要下去，那边，那边。有洞。
来，你刚好撞到那个石头，这样，你要休息一下吗？我先过。不要用 ATV 来玩这个。又狼哦！对不起，打扰你们了，好，我回去了，拜拜。拜拜。爸，还要继续干。你们先go，你们先go。看，等一下，那个水好像很深呢。我是说你没有怀疑过？我从来不怀疑他的。哎 ，OK， 对不对？真的，哎，他有去聊 K，他说有进去了吗？你进去了，出来了。哦，那我跟你讲，那这台真的可以哦。到这里嘞，他说水到这里了。就是由冷变水冷。哇，哎，他的进气孔那里，进气孔在上面，在油箱下面。哦，那还行，那还行。对，这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酷。我每一个聊 K 我都是缓缓的过，缓缓的过。现在大家进入 Day One 第2个关卡沙地绕梅花桩，限时5分钟，绕得越多圈，分数就越高。表面上看起来是在考验骑士的个人技术和体力，但实际上单靠一个人的力量很难撑住整段挑战，并安然度过这一道关卡。首先，沙地松德会吃轮胎，梅花桩的阵法也很容易让选手失去方向感，尤其在体力快速消耗的状态下，思绪变慢，路线混淆，整个节奏就会瞬间溃散。每个队伍都有自己的策略，但我认为其中大高选手的创意最简单暴力，我喜欢。请问怎么称呼啊？我叫 Emily， 我是法文名字，我骑3个月多，很刺激，对。两钱就好。好。这里很多猛男，会帮你的，放心。OK， 好，加油！感谢 Emily 的诚心分享。很遗憾告诉大家，我们将先告别 Emily， 继续回到这一次的关卡。如大家所见，这关卡挑战过程中的变化因素相当复杂，所以这个时候就真的必须靠队友的支持、分工、轮流上阵、调整策略，全队员一刻也不得闲。想让骑士在这5分钟的摧残下，把孤独的绕桩变成一场属于团队的胜利。不说话。想干嘛？30秒，我感觉。其实骑沙的技巧就是油门不要收油，因为你收油的时候车子会陷到沙里面去，你会更难骑，所以你就保持油门开启，让车子一直往前推，不管它的速度快或慢，你慢慢的也是油门开着，让它在关卡里面绕。现在也稍微请赛事总策划，也是不久前在德国完成选拔，并成功晋级2026 GS 索比罗马尼亚的叉少，来简单补充聊聊梅花桩的灵感来源。这一个关卡就是我在德国的时候的，对，其中一关是跑梅花桩，用烂泥在草皮上，然后它是个斜坡，所以其实比这还要硬。它那个关卡跑时间是15分钟，看我们设定的才5分钟，其实是非常的 peace 了。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大家多练，你对沙就不会有恐惧了，好不好 ？OK。感谢叉超的诚心分享。为了保留更多时间给 Day One 的魔王关卡，所以关卡3和关卡4就让我快速带过。基本上就是非常经典的 GS Trophy 项目大会串。像关卡3的部分，就是由3个 GS 车友都非常熟悉的项目所组成。第一项万年热身项目平衡木。第二项恶名昭彰却也是 GS 精髓项目 Garage， 第三项就是举杠绕圈。OK， 第3关卡就先到此为止。
至于第4道关卡，就是扭力扳手安装刹车碟盘，就是那么简单。这是什么伞兵坑吗？这是一面墙了吧？超过80度啊！这个。再来，超扯！不放弃，再来一台。没错，真的是超扯。Day 1的第5个关卡，同时也是本日魔王关卡无动力推车。这一关除了考验个别队员的体力和耐力之外，最关键也是最为重要的，其实队伍之间的默契与协作。如果队伍里刚好有类似经验的玩家，那更是整队最珍贵的隐藏资源。当然，魔王关卡并不仅是你现在所看到的那么简单粗暴，其实背后有更多需要注意的细节。那现在就借用阿兹的 HP2 Enduro 为大家做个完整关卡流程示范。顾名思义，无动力拉车就是真的会有一段把车硬拉过去的路段，团队要徒手把车拉到刚才大家所看到的大水沟边，再人车合一顺势而下。接着便是真正的考验的开始。赛会现场虽然有提供滚轮、拉绳、绑绳等工具，但至于怎么用、怎么绑、怎么分配能力，完全是各队自行发挥，现场创作。那些工具就是病人的器具，真正能让他们发挥力量、写出故事的，是团队的集体热血。这关卡限40分钟，以最终完成拉车的台数来计分。是说我现场观察了许久，发现每一队在每一次拉车的过程中，都在不停地调整微调，甚至全盘更换策略。这不是混乱，而是战术的进化。因为这早已不是比赛，而是一场人类对抗地心引力的战役。一个队伍奋战下来，其比赛节奏、能力的分配调度，真的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然后更令人的是，在成功把车拉起来之后，并还未完全结束，还需要把车拉过一段稍微颠簸的土路，然后冲刺上坡，才算是完成一台车的计分。说到底，在这场魔王关卡里，决定胜负的并不是肌肉，而是整个队伍的凝聚力、信任与同心协力。还有平常都有在帮香肠厂友拉车。杰哥还行不？哎呀，轻轻松松，游刃有余。看来今天没有杰哥不要，是杰哥我还要。要吃饱。杰哥与他队伍即将挑灯夜战，正面迎击这道魔王关卡。接下来我也无需多语，相信你们已经准备好见证这群疯子如果再一次缔造属于他们的奇迹。唉，实在有够浪漫。再不够，我们过去帮忙拉，好不好？好。下面。哦，这边。好。下面。哦，这边。没有，再出来一点。很简单。1、2、3，来掉了。来一次哦。1、2、3。好，再我们再。等一下啊！来，扶正，不要挡哦。关注上。为什么我们这个救援关卡是不能脱安全帽的，不能脱装备？为什么？因为在救援的过程中，其实也会造成伤害，对不对？你可能被自己车子压到，或是救援过程中你撞到了石头、树木，或是你没戴手套被车刮伤，对，这都是问题。所以以安全来讲，你一定要带着装备去进行救援。分数不是重点，但是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我觉得过程真的是就是收获了，没错，真的很难得。希望大家够开心。来那边放一点，那边放一点。Thanks again for stopping by.
I was running low on your two-faced lies. Look at the time, your time is up.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I've had enough of you. 'Cause now I know the truth. Read between the lines. I don't need to know what you did with that guy. You can't look me in the eye and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And time not bitter anymore. Time not that insecure. 'Cause I'm happier with Thanks again for making time to pull the knife from my back for a second strike. I can't believe I let you in. 哇，终于结束 Day One 了！终于 finally， 你觉得哪一个关卡最有印象深刻？今天的翻车，为什么？你要从水沟里面把车拉上去，哇，不能发动。对，而且这个虽然在林超很常见，可是这个条件有点太极端了吧？通常都是车子掉下去之后，我们才会用到这些东西。塔克之前玩过一次。哦。对，是实战吗？还是真的是就 ADV 啊，然后车子就这样掉进去，然后卡在树干上，大概有5米高吧。哇！就大家有带滑索什么慢慢通拉上来。哇！哎，其实你们今天很快的速度。是吗？而且你们办完第5台之后，其实还有4分钟半呢。其实哦，真的吗？还有时间办1台，可是你们都太累了，没力了，大家没力了。对，因为我觉得这也是考量到了，就是不要勉强了，怕受伤了。对啊，对，所以这次活动很成功，我觉得大家玩得很开心。OK， 还有第2天呢，就下结束了吗？啊，还有不是今天就结束了吗？还没，我以为什么？哎，你好，超强的，刚刚绕那个沙锥超狠的嘞。也没有啦，就是靠着感觉骑啦。哦，只是太久没有骑车了嘛，听说。太久手都没力。对，骑到后面。太久没骑，肌耐力不够啊，对，慢慢来。我总是想问你哦，你对哪个关卡最有印象？我觉得应该是拉车吧。哦，对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其实会有一个大家一起努力工作的感觉。哎，对啊，对啊。感觉就跟平常骑林道的感觉一样，对不对？对啊，对啊。分得熟悉。其实第一个可能平常是可以发动车子，但拉车是完全需要用人力。他可能是假设车子是坏掉状况，对，哇，真的超狠了，真的很难得的经验。对啊，我觉得比赛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我们的心态很重要。哦，来不一定要得名，来就是享受它。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我们大家都不是车手，然后我觉得其实来就是去享受这个比赛，然后见一些老朋友。哦，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关卡其实是手碟盘。哦，为什么？它是所有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你的车辆没有妥善率，没有妥善好，你每个环节你只要努力锁的不对，没有上螺丝胶，你骑乘的过程中一定会脱落。这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所以我认为这个才是真正最重要的一课。哇，其他都是体力活而已。哦，对，我们把最基本的车辆准备好，上好扭力，锁固好，才是对我们的行车保障。因为我们进去之后。因为今天都是在58嘛，没错，58里面你只要车辆有出现状况的时候，你根本难以自救。我们不可能说背一个 SVB 在身上，虽然说我有一套，它很好用，都不会坏。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状况之下，我觉得好的工具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而且正确的观念也很重要。感谢前辈们的诚心分享，台湾 ADV Trophy Day 1的赛程就到这里啦。这是一场跨幅很大的赛事，混乱与不可预期也在所难免。而我竟以为观察者身份参与其中，此刻想做的就是把我感受到的分享给大家。首先，在我心中 ，ADV 的核心其实很简单，就是大家朝同一方向前进，并在一起完成一件事的时候，那份彼此相连的力量。而今天最触动我的，不是通过了什么关卡，而是这群选手愿意站在起点，愿意投入，愿意用尽全力，为了团队把属于自己的那段路确实的走完。尤其这一次能看到那么多 ADV 前辈同场奋战，把经验、体力和热情都毫无保留挥洒了出来，这让我更加确信，有这群人，未来台湾的 ADV 文化只会越走越精彩。OK，Day 1就这样子啦。至于后续 Day 2的赛事记录，我会再把更多还没说完的故事，在下一集好好分享给大家。最后，还感谢辛苦的主办单位以及工作人员，
没有你们的付出，我想今天大家也不会玩得如此尽兴。OK， 我是克里斯，我们下次见，拜拜。